Hello， 我是 Anderson 曾文健，欢迎来认识我的毛朋友。上一集我们帮新手毛家长 Jason 了解到新领养回家的 Nami 在家里拆家的行为，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会很激动。而这一集我们请来了宠物训练师 Cactus， 继续从生活照顾及细节上有什么是新手毛家长需要知道和做到的，可以让 Jason 跟 Nami 能进一步增进感情，成为彼此最好的伙伴。大家好，我是 Jason， 我是这个伺服器工程师。那可想而知，我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需要加班，而且压力非常大的。那刚开始我养这只狗，其实第一个看它可爱，第二个是希望它可以在我下班之后可以疗愈我。但没想到我领养它之后，我发现这是个噩梦。它可以在我家，然后到处乱窜，到处大小便，然后到处咬东西、乱叫。之后我那时候其实压力非常大，我甚至曾经有一度想要放弃。我觉得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不是想着去放弃这件事，而是应该去如何去想着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发现给他一些正确的教育之后，他其实变得非常可爱。然后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看到他对着你摇尾巴，互相在舔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会觉得哦，对我们其实是可以一起克服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之后还有很长时间，我们是可以一起走下去的，是吗？啊。Hi Jason， 我们又见面了。嗨，有时候平常在工作上面，也相对有比较少的时间去陪伴 Nami。在这个方面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的点吗？像我工作的缘故，其实我下班时候都蛮晚的。我老实讲，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吃饭时间第一个蛮不固定的，然后第二个是吃饭时间要带他去遛，因为他会想要上厕所，你没有带他去遛，他就不会上厕所。对啊，那对他也不是身体健康，也不是很好。有时候变成说我其实都很晚下班的，我还要花时间带他去遛，因为带他去遛大概1个小时以上了吧，可能也没有办法带他去遛。然后再加上我如果有时间带他去遛的话，我发现他其实有一些问题，那我也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知道，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也是用自己的凭感觉去教导他就对了。其实我没什么教啦，就是真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教。OK， 好，但是今天我们有邀请到我们的宠物训练师 Cactus， 待会呢我就把 Nami 交给他，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好，谢谢。大家好，我是 Cactus， 我是来自香港的国际认证犬业训犬师。在香港的时候呢，我也是在收容所工作的，要追踪很多的领养个案，所以知道很多人他带狗狗回家之后会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狗狗需要时间，也需要学习去适应人类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主角呢，也是一只3个月大的米克斯领养回家的。3个月大是非常精力充沛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家长呢，他应该是新手家长，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崩溃。那我们就去看看怎么可以帮助他们吧。Jason 可以跟 Cactus 分享一下你自己在遛狗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的困难吗？其实主要是几件事啊。第一个就是他会失控，他会乱冲。OK。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会发现，有时候我要回家了，他不回家，然后就是我要走，他不让我牵着走， OK， 他就会好像很反抗，那我会觉得说，哎呀，我明明我也没时间了，跟你那边耗了，那你要不要走？你不走就这样咯。明白。对，那我会觉得说，第一个失控，第二个是我要牵着他回去，他就不想动。OK。对，然后第三个是有时候我在抱着他的时候，他会乱动，好像很想挣扎，想要跳走。像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抱是不是正确的，可不可以稍微教一下怎么抱才是他比较舒服的？首先我们先说抱的技式好不好？最好呢不应该像婴儿那般的抱，他们会不舒服的。我们最主要保护的就是这个脊椎的部分，所以它这个脊椎应该是要贴住你的身体，有支撑的，然后它应该是平平的。所以好像你现在其实还 OK， 我会建议就是你的手这样抱住它的身体，就是你用你的手臂去抱住它的身体，然后你这个，对，OK， 然后你这个手可以这样。对，你会比较舒服吗？对，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稳，保护的比较好，包紧紧，包住的它，对，因为它也会感觉比较好，因为它的屁股是在你的手臂上的，它的胸也是在你的手臂上，或者是这个看看它啦，如果它不喜欢腿卡住在中间的话，你就对这样就更舒服。OK， 好，这个就是
正确的姿势。在我们遛狗之前，好像在设备上面我们是得要注意一下。没错没错，一般来说呢，很多家长会买这样的项圈，但是我自己呢就会比较建议用松背带比较多一点。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颈圈呢，它就是主要的压力会在它们的颈部还有那个喉咙嘛。但是这个部位呢，其实狗狗它有很多很重要的器官都在这边，例如它们的血管啊、它们的脊椎啊、它们的气管啊等等。所以如果它本来就已经有扯绳的问题，它可能往前冲，又或者是你要攻击它的时候，你可能要把牵绳往后拉，那个压力就会在它这个部位，可能会造成那个损伤。因为松背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把那个压力平均的分配在它的身体上。对。那有一些项圈呢，它还有后面的扣，或者是前面也有一个铁环，就等于你可以有2个不同的功能。就是可能它扯绳比较严重的话，你可以扣在前面的。对。但是如果它还 OK 的话，你就可以扣在后面的，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买的时候呢，那个重点就是这条对它来说可能现在有一点松，最好的话就是它应该刚好可以放2只手指头在里面的话，就等于是一个很好的尺寸。狗狗有时候会往前冲，没错，就等于可能 Jason 有时候去遛狗的时候，我把绳子解开了，它可能会跑不回来，对，或者说叫它不回来。那这个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呢？我们这个呢就要跟它练习一个叫回来的一个指令。像我常常遛狗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事情就是它会暴冲，然后它不受控。像我想走，它就没有办法跟我走。然后像我刚才看到这样，我觉得我好像是被它遛，不是遛它。对，所以我就是有个困扰在这边。明白。我刚才也有看到它的那个状况，我觉得拿米它真的往前冲的话，那我们最好就是不要陪它跑。对。因为如果它一边冲，你又陪它跑的话，那变成对它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我只要往前冲，爸爸就会陪我跑，像我希望的东西。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奖励嘛。所以你更好的做法呢，就是如果他往前冲的话，那其实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停下来就好。因为那个绳子的长度是固定的嘛，所以你只要停下来，其实它就会停。然后你感觉那个绳子是松的时候，你就可以往前走，作为它的奖励。对。没有用这个长牵绳的时候，Nami叫它回来，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其实真的要平常就要多练习。那有一个游戏，我可以现在跟爸爸去玩。好 Jason， 我们现在就跟他 Nami 练习一下回来你身边的这个练习。我会引 Nami 到我身边，然后我就给他零食，然后我就不理他，然后你去引他到你身边，然后尽可能的开心，尽可能的兴奋，好吗？好，可以。Nami。Good girl， 好，爸爸 ，Nami， 耶 ，Good job，Nami，come on，Good girl， 好，再来 ，Nami，Good， 好，现在可以加一个指令回来，好吗？好 ，Nami， 回来。Good， Nami 回来 ，Good job， 好 ，Nami 回来 ，Good girl，Nami 回来，耶，成功了，好厉害哦！短时间内完成了，真的。对，如果平常到这边的公园的话，刚好没狗，就可以用这个练习来练习它的换回。最终就是希望没有长牵绳，它也可以这样做。狗已经溜完了，那已经玩完了，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步要干嘛呢？我觉得今天都差不多，刚才那个回来都做得挺好的，现在就应该要回家看看家里面的设备如何。好吧，我们还要清洁嘞。可以。对。通常呢，狗狗回到家之后，我们下一步要干嘛呢？下一步就应该要帮它清洁了，因为通常我们在外面可能带来很多篱笆，在肚子上或者是在脚，
所以就应该帮它清洁一下下，然后维持那个家具的卫生。那你平常都有在做吗？因为我平常都有在做，那我平常大概是像这样，帮他擦了他的脚掌四肢的部分。OK， 非常好。好乖哦。那通常都很配合吗？有时候对啊，刚开始没有很配合，然后后来他习惯了 OK， 这就蛮配合的。非常好。我看暂时为止都很 OK 的，因为主要就是让狗狗它们习惯就已经 OK。那除了擦脚脚之外，我们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它进行清洁啊？其实我觉得幼犬最好可以在这段时间，就是介绍它一下刷牙啊，或者是洗耳朵啊这些必要的美容的工序。因为如果它现在已经习惯了，它长大了之后就会比较好顾，因为狗狗它们也会有蛀牙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让它习惯，那长大之后牙齿就会比较健康。那我看到 Cactus 今天好像也有备而来，我准备了一些小工具，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马上就用一支牙刷伸进去它们的口腔，它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是塞进去。我会建议先用这些，就是类似湿纸巾的东西，但是它的形状呢就是比较小，然后可以方便我们这样的伸进去一只手指头，然后你就可以先让它习惯。我会先准备一些零食，就是这个湿纸巾在它嘴巴，这感觉可能摸一下，好乖，然后就给它零食，然后再来2下，好乖，零食 ，OK， 然后等到它已经很习惯在那个嘴巴的肌肉的那个感觉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手指伸进去一点点，感觉它就是门牙的位置，然后就是也是感觉刷一下，好乖。零食，等它这个也习惯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就是旁边的牙齿，最后才是最里面的牙齿。对对，一开始的时候就先不要碰牙齿，就是先碰它的旁边的肌肉就好。Good， 赞美它，然后给它零食。也零食，好乖。耶！哇，好棒哦。对。好乖，他蛮配合的，赞美他，忘记了，好乖，来，再一个。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用急，就不用想要觉得我这一次就要做完整个过程，对，就是一下就已经奖励他，然后2下奖励他，首先就是让他觉得每一次你跟我的嘴巴的接触，我都可以得到你的奖励，让他慢慢习惯。先让他习惯，对，以后才会再开始。没错。好乖，看，你也很乖，一学就会了。对。接下来会有什么下一步的东西去帮他做清洁？如果刷牙就建议应该每天都做，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她短毛的小女生其实就不用说洗澡的太频繁，那你平常就可能就是把它刷梳毛就已经足够了，就是把一些身上的一些死毛啊或者是一些肮脏的地方就刷走就已经足够，所以1个月大概洗澡1次，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顺道帮他洗耳朵，因为他会把水喷出来，在洗澡的时候做就会比较容易清洁。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在了，不如我们就试一下怎么去做吧，好吗？我也准备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所以首先呢，我们洗耳朵的时候呢，洗耳液你就可以先把它打开，然后水倒进它的耳道。那你就要注意的呢，就是那个水应该要倒到你可以看到水的那个状态，然后就 hold 住他的头不要动，然后就帮他去按摩这个部分，让那个水可以更均匀的在耳道里面在滚动，对，在滚动。然后呢 hold 住一下下之后呢，你就可以先用湿纸巾清洁你可以看得到的位置，然后差不多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边，让它甩它的头，因为它里面有水，它一定会不舒服，它一定会想要甩出来的。然后甩到差不多之后呢，你就再把它 hold 住，然后再帮它做清洁，就是耳朵里面的清干净，安静就好。加油！那你用一只手，对，会不舒服。OK，good girl， 可以吗 ？OK，好 ，OK， hold 住他的头，对。
没错，就是这样按摩。然后如果你刚好有朋友在的话，也可以邀请他让拿米吃，然后你一边去按摩。好乖，好棒，你是最棒的。好，差不多了，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先清洁外面的，对。好，然后可以把它放在这边，让它摔头，它就走开了。然后我们就重新再同一剂就好了。同一剂就好。但是因为它把里面的东西摔出来嘛，所以它有可能呢，好像这个你看它有点安装了，你就可以把手指头伸进去一点点的位置。对对对。哦，也是真的蛮脏的。对，就可以看到它把里面的东西摔出来。对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些肮脏的东西。说另外一只耳朵也是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做法。对，你可以也试试看。我试试看。这动作老讲还蛮难做，因为他也不习惯。对，有东西其实在耳朵里面。太快，很棒哎。所以最后，如果你有家人跟你配合的话，你就可以一个人就去奖励他。另外一个人就去帮他做，那他就会觉得啊，我对整个过程也是开心的，来，欢迎来到Nami的家。哇，他已经很舒服在睡觉了，他应该很累了。对，这个算是大的家吗？还是小的家？我会觉得呢，因为他留在里面的期间算是比较长的，就是白天9点钟到5点多钟，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范围有点太小了。我会建议比较大一点点，因为你看他的睡床跟他的尿垫其实就是中间没有空间嘛，就等于他好像就是睡在他的厕所旁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大1倍，让他的睡床跟他的尿垫中间可以有一点空间，让他可以走动一下下，或者是玩一点小游戏的也可以。OK， 好，那我们一起为 Nami 准备他的新房子吧。好，开工。好 ，OK， 完成。我就是希望，就是他可以那个睡的空间、玩耍的空间，跟他的尿的空间。你看他马上就尿了，好棒哦 ，Nami， 好乖。通常我就会每一次他尿在正确的地方，就给他一颗小点心，就是让他可以多一点在这个空间去。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呢？因为通常动物它们都会上厕所跟睡觉的地方分开，所以对它现在那样呢，就可以多一点活动的空间。因为它白天的时候无聊，我们也可以多给他玩一些玩具。就是 Jason 为 Nami 去准备的物品或是玩具的话，其实是足够吗？我觉得都挺 OK 的好像那个洁牙骨啊、牵绳啊、一些清洁的用品啊之类都有。但是我觉得玩具的部分就可以增加多一点。那关于玩具的部分可以增加这样像什么样的类型呢？因为我其实白天上班的时候，其实长时间把它放在这里面，其实我蛮怕它蛮无聊的。好，说得好，我今天也有准备了2个玩具，其实这2个玩具都差不多的。那你就可以把一些干饲料或者是一些小点心，然后你就把它放进这个洞里面。OK， 然后这个也是差不多，但是这个呢，你因为它有一个洞嘛，你就可以呢，就是好像先放一些干的点心，然后呢，如果它之后玩得很成功的话，你就可以增加它的难度，把一些湿的饲料，例如罐啊，或者是香蕉啊，都可以，就是涂抹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是简单的放在地上，让Nami他用动脑筋去想怎么把里面的食物拿出来。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要用手帮他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不知道里面原来是有零食的。对，好，可以放手。好聪明！它算是一只比较勇敢的小狗，因为你看它很快就愿意用手去弄那个玩具嘛。
然后如果它成功有拿到零食的话，它就会越来越多做。有些狗狗它比较胆小的话，它们就不愿意去弄那个玩具，那你就可能要再帮它。这个会不会容易一点？哦，太容易了，是不是？哦，有了。慢慢的话，就要让它积极去尝试。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帮他一下下，他自己去探索。对，然后他之后成功了之后，他就会越来越知道要怎么去弄这个玩具很好，就让他自己去试。对，爸爸让他自己去试。对，好棒。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对他来讲，其实老实讲蛮消耗他的那个精神的，而且他脑力的。其实我觉得这还蛮适合上班族，然后会把他关在一整天，关在笼子一整天的那种情况，都还不错对啊，因为他又可以玩，又可以用脑袋，然后他又可以用他的鼻子去嗅闻，然后又用手去拨嘛，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挺合用的。Kate， 就今天来讲的话，对于新的毛家长来讲，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相处就挺棒的，看得出来你跟他的关系挺好的。但是可能要注意的呢，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是他的幼犬的黄金学习，他们现在学的东西会对他未来影响很多。还有你要预计的就是他未来1年他会长大的非常的快，所以现在可能他还小一只。很好控制的，但是将来它会那么大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那么多练习？例如，就是让它现在就已经习惯刷牙，现在就已经习惯你去管理它的身体啊，还有遛狗啊，还有就是换回啊这些，就是让你等到它长大了以后还可以好好的跟它相处。我在旁边一直看，其实 Jason 也进步蛮大的。对你来讲，你觉得有什么感受或心得吗？我觉得这2天下来呢，我觉得我学习到蛮多东西的，像是从如何给予正确的指令，然后让他们可以听得懂，然后还有如何正确的遛狗，让他们可以收放自如，然后再加上回来之后的清洁啊，然后还有他的生活的空间是否舒适。我个人有个感想就是，我觉得。对，我曾经一度有想放弃，就是想说干脆退养好了。但是因为经过这一次，我觉得原来其实养狗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它不只要学习，你也要去学习如何让它知道你想要它成为怎样的狗狗。这2天下来，我觉得我学到蛮多，收获良多的。Kate， 那对于今天 Jason 刚刚所说的这一切，整个表现跟训练来说的话，算是满分吗？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常常说我们所谓叫狗的，其实不是真的叫狗狗，是叫主人。因为最主要就是你们明白，你们了解到它的需要，还有怎么去沟通，你才能够跟它好好的相处嘛。那今天我觉得非常好，大成功！毛家长就像小孩家长一样，对小孩都需要牺牲照顾跟教育。这2集新手毛家长的分享，希望对想开始养毛小孩的朋友有所帮助。尽可能以领养代替购买，就算遇到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不是放弃。让每个毛朋友都可以拥有被爱的幸福吧。下一集我的毛朋友再见，拜拜。我现在示范一下我平常是怎么做的。这个最佳的示范。